天天喝酒的人会得什么病？研究发现，经常喝酒最伤这两个器官。赵先生今年30岁，是一家大型公司的小领导，平时应酬比较多。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就进了这家公司，一直打拼到现如今也挺不容易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赵先生确实是付出了不少，尤其是在年轻一些的时候，每次应酬都拼了命的喝酒，而喝酒这个习惯也就此养成了，即使是没有应酬，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也会自己喝一点。就是这样的习惯，导致赵先生有一次体检的时候被查出了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医生告诉他，多数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所导致的肝脏不可逆损伤，如果再不戒酒的话，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。赵先生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也就是从医院回来之后开始戒酒。其实天天喝酒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会伤害到两个器官。那么具体是哪两个器官呢？一、天天喝酒对身体有哪些危害？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，宴请他人、招待宾客都是少不了这种饮品的身影。也有相关研究表明，适量的饮酒对身体确实会有正面的影响，但是真正的做到适量是非常困难的。大部分人开始喝酒就会有酒瘾，每天都喝酒，那么对身体的伤害就会逐渐变大。通常情况下，长期饮酒会产生以下问题：对胃黏膜产生损伤，胃作为消化系统，酒精会进入到胃肠道当中。如果一次性大量饮酒，长期下去的话，就会造成胃黏膜受损，严重的话容易导致胃肠出血，这已经属于一种急性的损伤了。所以很多长期喝酒的人胃都不是很好，一旦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，就会有明显的感觉。大脑神经伤害，长期大量饮酒对大脑还有神经系统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。有些人在喝完酒之后会有明显的记忆力下降的情况，甚至是容易出现幻听，这就是由于大脑和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所导致的，对后代产生影响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喝酒对后代都有可能产生影响。从女性的角度来说，如果在孕期的时候饮酒，无论是大量还是少量，都会对胎儿的健康产生影响，所以建议孕妇在怀孕期间是不能够喝酒的，无论是哪种类型都不可以喝。而从男性的角度来说，长期大量饮酒很有可能会导致精子的存活率相对较弱，并且受孕的几率降低了，即使是怀孕了，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先天性的缺陷。心脑血管疾病，长期大量饮酒也会导致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。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是没办法戒酒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慢性疾病，依然选择喝酒，这就导致了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。以上就是比较常见的长期喝酒所导致的身体危害。其实有相关研究表明，最受伤害的还是两个器官。二、最伤害两个器官，第一个器官就是肝脏。肝癌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了，而一旦患上了肝癌，发展到中晚期，想要挽救就非常困难了。大多数所采用的医疗手段就是缓解病人的痛苦，让最后的时间过得能够更加轻松一些。有一大部分肝癌患者都有长期饮酒史，酒精对于肝脏的伤害就是非常大。这是因为肝脏属于代谢解毒的器官，在身体中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。酒精就会经过肝脏代谢，所产生的毒素就会给肝脏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如果长期饮用高浓度的酒精，那么会造成肝细胞不可逆的受损或者是坏死。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酒精性肝炎，还有酒精性脂肪肝，最终有可能发展成肝硬化，也就是癌变前的疾病。如果让肝脏类的疾病持续性的发展，并且在这期间没有戒酒，只会导致肝脏组织受到更严重的伤害，最终造成功能性的损伤，没办法恢复。第二个器官是胰腺。对于胰腺这个器官，很少有人会关注，因为很少有人听到周围的人会有胰腺相关的疾病。这是一种不经常被我们想起的器官，但是作为消化系统中的一种器官，在身体当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一旦酒精摄入过量，就很容易会造成胰腺炎。身体有很多个炎症反应，而关于炎症反应也有轻有重，胰腺炎就是炎症反应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。出现了炎症，说明胰腺受到了损伤，继续喝酒并没有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，就会影响到胰腺的功能。当胰腺受损之后，
其实很难被人们发现，因为其所在的位置较为隐蔽，表现出来的症状又不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胰腺炎就容易继续严重发展成胰腺癌。胰腺癌发展到至今几乎没有绝对的治疗办法，一旦发展到了中晚期，人可能只能等死的。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重预防，及时避免诱因。喝酒对胰腺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，尽量不要长期饮酒，大量饮酒还容易引起酒精中毒。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这些症状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提醒你要马上戒酒了，不然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出现。如果在饮酒之后出现了腹痛、腹泻的症状，最好及时停止并就医，因为腹痛、腹泻大多数都是消化系统出现的问题，以胃和肠道为主。如果喝完酒之后就出现了腹痛、腹泻，甚至是伴随着恶心呕吐，那么很有可能是胃黏膜受损，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引发的消化系统症状。如果再不停止喝酒的话，那么会导致胃肠问题变得更严重，也不是没有癌变的可能。除此之外，在喝酒的时候发现自己明显没有以前能喝了，喝酒的量大大下降了，那么也要尽快选择戒酒。这是因为长期大量饮酒造成了肝功能出现问题，如果再不戒酒的话，很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肝脏疾病。有很多人在长期大量饮酒之后，就出现了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下降的问题。如果还处在较为年轻的状态，就已经有认知功能障碍，还有记忆力下降的问题，也是该戒酒了。说明饮酒量过大对大脑的影响已经上升到了功能性。如果再继续喝下去的话，形成不可逆的损伤，即使是戒酒了也养不回来了。这造成的将是永久性的伤害，甚至是有人容易失忆。最后一点是出现了情绪问题，或者是心理健康受到的影响。有不少人喜欢喝酒，就是想在喝完酒之后马上去睡觉，或者是有心情上的释放，让很多人都误以为喝酒之后可以放松，也能够减轻压力。但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一旦长期过量饮酒，对酒精有了依赖性，是容易造成情绪波动更大，甚至是变得更加焦虑和抑郁。有些人在喝完酒之后会有明显的焦虑感或者是沮丧感，这是因为酒精对心理健康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如果再不戒酒的话，不仅是身体会受到影响，心理健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想要戒酒，该如何去做呢？毕竟长期大量饮酒形成了酒瘾之后，想要戒掉比较难。3. 戒酒如何去做？如果真的达到了酗酒的程度，并且身体已经有了不好的反应，那么就要及时戒酒。首先要建立一个目标。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应该先建立一个目标，有了目标才能够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状态。戒酒同样也是如此，大多数人戒酒都是为了身体健康，也是为了后代的健康。只有明确了目标，能够让戒酒这件事情与自己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，那么戒酒就会变得容易很多。之后开始制定计划，尽量不要给自己定太猛的计划，就是在短时间内把酒给戒了，而是应该循序渐进，喝酒可以适当的减量，而不是选择一下子就不喝。可以给自己先制定一个小目标，循序渐进的来戒酒会更加的容易一些，身体和精神上也会承受更小的痛苦。在此之前，需要提醒大家，戒酒这件事情最好告诉身边的亲戚和朋友，对于一些酒局尽量就不要去了，而告诉家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，也是让他们监督你戒酒，这样能够让戒酒这件事情变得更牢靠一些，不会让戒酒者半途而废。平时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比如找一些兴趣爱好去健身，去喝茶，又或者是出门社交，交更多的朋友。总之，在安静下来犯酒瘾的时候，就应该找一些事情做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。总结，有相关的研究表明，适量研究确实对身体也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喝上酒之后都能够很好的控制，这就容易导致脏器受到影响，其中伤害最大的就是肝脏和胰腺。这两种器官一旦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，就会发展成肝癌和胰腺癌，都非常的严重，发展到中晚期几乎是没办法挽救了。所以在生活中还是能戒酒，
就把酒给戒掉，采用科学合理的戒酒方式，自己也不用承受太多的痛苦。